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欢迎大家多多的表达您的观点与意见。当然，别忘了帮我们热推一下。好，今天的3位来宾包括了前大使、资深外交官邱文吉大使。何荣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另外，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主席方安格 Ross， 大家好。还有军事战略专家邱时新老师。何荣好，大家好。好，这个礼拜啊，我们看到这个美伊的局势啊，真是扑朔迷离啊，好像戏剧化这样的发展。那么，因为呢，传出了美军有一架阿帕奇攻击直升机被伊朗击落的事件之后呢，就看到川普呢大为光火啊，他说，放狠话，扬言要对伊朗实施报复性打击。但是眼看原本这个美伊的停火啊，还有谈判啊，都要受到冲击，又看到川普插口了。那这已经是他不知道第几次插口，而且呢，谈说美伊谈判已经快要达成协议了，已经讲了，大家帮他算了一下，38还是39次了。好，那么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也透露啊，说美伊有关最终协议的消息呢，纯属臆测，伊朗呢也还没有针对任何协议做出最终的决定。他特别也强调，卡达、巴基斯坦是积极的调解方啊，但这个协议呢，大部分的文本早就已经敲定了，是美国不断在改变立场。而最新的发展是，伊朗的外长阿拉奇在12号这一天证实，说这个美伊双方的 MOU 啊，就是伊斯兰马巴德谅解备忘录这个架构已经接近完成，双方预计在未来几天之内就会敲定，而且呢是用远距数位的方式来完成这个协议草案的历史性签署。可是也警告一件事情，说以色列请不要搞破坏。那么目前呢，根据 CNN 啊所掌握到，说这个美伊协议的内容呢，大概可能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了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等到协议签署之后全面停火60天，还有荷姆兹海峡立刻重新开放。伊朗也不收取任何通行费，确保能源货物自由流动。美国呢，则会看协议的进展，还有呢，伊朗方面持续投入协商的诚意，来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部分的制裁。但是呢，到底什么时候解除呢？没有定下日期。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是，美国先前说是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就是要解除伊朗的核武威胁，就这个浓缩铀，竟然不用谈了吗？大使？现在有很多种说法。基本上都是传言啊，那也可能就是这一次为什么 MOU 啊搞了那么久都没有办法最后尘埃落定的，应该就是还是这个有关浓缩铀的问题。浓缩铀问题过去传了很几种说法，就是说它移出伊朗境外，虽然有的东西移出去，刚刚谈过2个国家，一个就是到俄罗斯，一个到中国大陆。对，那俄罗斯表示过欢迎。那么中国大陆并没有对这个传言做出任何的这个回应。那现在一个说法就是说，可能那个浓缩铀基本上不移出去，可是呢，伊朗会承诺啊，把它的风度降低。从现在的这个风度啊往下降，那离制作核武的这个距离是越来越远。那至于伊朗是不是要承诺不发展核武，伊朗其实已经做了多次的承诺，他是不会发展核武。已经讲过很多次了，他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只是说他要保持他这个目前有的浓缩铀，那可能他意思就是说做这个非军事用途的这个和平用途的核能的使用，所以这个部分很可能是这样安排，要不然就是说很可能就是说做一个架构协议，把这个核武的问题再继续延长，再继续后续的谈。那当然这个都是美方的透露的讯息啊，那这个讯息跟伊朗方面透露出来讯息又有一点出入，也没有出入。伊朗的外长最新的一个声明啊，是说伊朗对于核问题的立场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但是只接受在伊朗境内稀释处理掉这个浓缩铀的库存啊。那他们不会发展，但是也表明了不会放弃销毁浓缩铀，是这个意思吗？对，大概就是这样，那这个其实就某种程度来，川普会有接受的困难，就是说这跟以前10年前2010年的时候，那时候伊核协议的内容啊，事实上没有什么多大的差别，甚至呢，伊朗得到更好的一个条件。
那所以这些部分的话，就是我觉得川普执着不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他必须要跟2010年当时奥巴马签的那个川普所说的历史上最坏的一个协议。对。那如果说他的条件比历史上最坏的协议呢，那历史上最坏的协议就变成川普自己签的。所以浓缩铀的问题最后会怎么解决 ，Ross？我觉得目前实在是太早，因为这个60天的 MOU 的内容我们还不知道，而且其实重点是60天以后呢，就刚刚像你们说的，要看最后的条件有没有是等同2015年的 JCPOA 或条约。那刚刚有提到伊朗很多次说不会发展核武，但是我跟你说，伊朗政府的任何声明，比我们美国还不能相信，好不好？所以伊朗说什么真的是不能相信。所以我真的觉得重点是最后的协定，不是60天的这个暂时的 MOU， 暂时的停火的这段期间。那最后不管是浓缩铀或其他的相关设备有没有保留，那才到时候才能决定，才能分析说，川普其实是没有得到更好的协定，所以目前今天我们还不知道。但是我还要提醒大家另外一件事情，不只是核武的问题，也是他们远程导弹的问题。所以本来美国发起这次战争，本来有2个大的目标，一个是核武，一个是导弹的问题。那后来是加上第3个问题，就是荷姆海峡。其实荷姆海峡我们都知道是很容易解决，那第1跟第2是比较难解决，但是不能只解决核武，导弹的问题也是难解决。那 Lebanon 那个问题，我觉得以色列也可以暂时同意美国的想法，但是长期如果真主党继续威胁以色列的话，以色列肯定会再次攻击。你刚刚提到浓缩铀的问题啊，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哈，为什么以色列可以发展核武，但是伊朗不行？这个是很多人会问的问题。那有一个很简单的答案方式。答案是什么 ？The leaders of Iran are crazy。他没有谁愿意看到以色列发展核武就不会 crazy。他们到目前为止有 crazy 的动作吗？伊朗一直威胁周边的国家，不只是威胁以色列的存在。OK， 从1979年到现在，一直造成区域的危险。以色列从来没有说我们要毁灭周边的国家。这个问题我同样想请教这个邱老师，您怎么看哈？因为我刚刚会问这样，就是因为呢，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呢，在最近这2天也突然发表了声明啊，他说伊朗绝对不能拥有核武。他说川普也支持这一点。好，那还原他的声明，他说呢，他一直都是站在国际社会反对伊朗核计划的最前线啊，30多年来都是如此。如果不是这场斗争，伊朗早就拥有核弹要摧毁以色列了。所以呢，在这个敏感的时刻发生，那当然有看法认为呢，以色列正在试图阻止美伊达成协议，因为以色列现在最怕的是被美国丢包哈。所以刚刚同样的问题啊。邱老师怎么看？还有就是，现在纳坦雅胡就打出了这个核武牌哈，是他发现说美国这次也不提浓缩铀了，是真的怕丢包。我觉得以目前美国川普这个团队，应该是不会把以色列丢包。但是他们现在的处理事情的方式还是朝着我饭一口一口的吃，我先解决能解决的部分，我不能解决的部分。我虽然没有看到这个协议文本，但我基本上可以猜测，包含我或者我看了很多，包括俄罗斯或者其他欧洲的一些观察家，他们的理解大概就是，浓缩铀的问题其实不是不解决，而是把它摆到60天、90天，因为这个协议里面先完成可以完成的，就地有嘛，我们先就一步一步来，对，我们先完成可以交易。那关于浓缩铀的事情，浓缩铀这事情牵扯到非常复杂的原因，那也牵扯到周边很多国家的利益。那我们可以很清楚，就是在中国跟俄罗斯不明确表态的情况底下，其实伊朗没有坚持的力量。对，就是在浓缩铀这个问题上面，伊朗自己单独是没有坚持下去的力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阿拉格齐今天的发言，阿拉格齐讲就是大略的情况，就回到 JCPOA 就 Ross 刚刚讲，就回到 JCPOA， 因为其实在今年2月27号，其实美国跟伊朗已经有举行过一次会谈，而且在会谈里面，伊朗已经口头承诺，伊朗放弃浓缩铀，伊朗不发展核武，这是在2月27号其实就已经达成的，只是说
现在美国跟伊朗彼此之间没有信任的程度，伊朗讲什么美国不会相信，美国讲什么伊朗不会相信，所以也基于这个样子，你想要一个 package 很大，然后一次搞定，我觉得这个难度比天还高，这个我认为是不现实的。那现在就是不管是伊朗还是美国，他们在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拉锯，就是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然后我们升温降温，升温降温，其实这个过程其实有意义的。大家觉得好像双方很像神经病，其实不是，他们在测试彼此的长宽高，先把那个体积量出来。对，那现在大概已经大概都确定了，就是川普可以容忍到什么程度，伊朗可以容忍到什么程度。那接下来就是非常重要，就是文本的部分。文本的部分，为什么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说其实没有最终协议？其实文本都摊在伊朗最高精神领袖跟川普的桌上，其实已经一段时间。那现在其实主要问题是关于文字描述的部分。同一件事情，你用不同的语气、用不同的方式描述，会让读的人产生不一样的结果。其实现在双方其实但是最近可以看得出来，川普真的是越来越失去他的耐性啊，所以你看到他一改再改，然后又他口哈说要打，然后又他口起来。那刚刚也提到说，为了要结束这个伊朗战争，因为对川普来说，其实他自己本身也有压力。虽然他最近也说他真是爱死通膨哈，但是呢，他这礼拜呢，大家看到有一种新的策略，就是刚刚邱老师讲的，一边轰炸，那一边呢说又要谈和平。那 Politico 呢，他就指出说，川普似乎很快就放弃了这种飞弹外交哈。也听到了美国财长 Bessent 说呢，伊朗对于波湾盟友最近所造成的损害呢，就要用伊朗的资金来抵偿，而且警告说，伊朗的攻击行动呢将会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哈。好，那对伊朗打停停，现在又开出新的支票，跟伊朗说要拿维修费，但是伊朗听到了，恐怕就是不会接受哈。为什么要点头呢？这对伊朗来说，其实制裁会不会是美伊协议现在一个当中的当务之急 ？Russ。问题是，如果伊朗，我先不讲其他方面，比如说核武方面，那制裁方面或海外资产冻结，这个问题啊，如果伊朗真的要拿到钱的话，不管是海外资产被冻结，或者日后的卖出去的石油的收入，如果他们真的要拿到现金的话，那不得不让步，200多亿美金哎，部分还是要让步了，不管金额是多少。但是大量还是要让步。我一直认为，伊朗攻打周边的国家，尤其是军事基地以外的设施，真是很愚蠢的决定，迟早要买单了。那现在周边的国家，虽然他们希望美国跟伊朗是可以达成和平的协定，但是周边的国家这方面不会原谅伊朗，会记得这件事情。所以至少，虽然他们自己很有钱，所以你觉得伊朗会让步？在赔偿这部分，赔偿这方面一定要让步，不得不让步，要不然周边国家或美方不会答应，就是这些不管是制裁或海外资产给你，伊朗真的在这方面还是要打折了，真的要打折。有一个观察点哈，邱老师我请教你哈，因为下礼拜 G7 有峰会啊，他们也会讨论，那当然最重要的是俄乌问题，可是中东问题一定也会谈哈。欧洲这方面的态度，您觉得？就包括像现在这个美国跟以色列，然后呢，现在伊朗也警告了以色列，你千万不要搞破坏。对，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讲了嘛，在这一次的 G7 里面邀请3个中东国家一起参加。那这次 G7 应该只有7国嘛，那这一次 G7 可能有11国，就3个中东国家外带乌克兰。对，那这大概就是我们。下个礼拜可以看到 G7 峰会会参加的这些国家，那里面谈的，就像何荣刚讲，其实分成2个区块，一个是关于俄乌战争未来，以及刚好这段时间俄乌战场的战线以及普丁对谈判的部分，有改变原本的，有松动一些原本的态度，那这个都是在 G7 里面大家必须要先统一战线，要不然就被普丁各个击破。那这个就是 G7 一块要谈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有关于在这次 G7 里面已经确定会谈中东的问题，但我实在不懂你在 G7 里面谈中东的问题能够有什么样的效果，而且你谈出来的东西，讲白了，川普如果不高兴，你还不如不谈。那我觉得 G7 最主要因为欧洲的能源的部分实在依赖现在的中东太密切，那事实上在这
从今年2月开始一直到现在，就中东的很多国家的能源其实现在压力颇大。那其实为了让中东的这些国家可以愿意，就将来局势稳定以后，可以满足欧洲的能源需求，它也必须要在这个时间点对中东这些海湾国家有一定的态度的表态。欧洲最在意的还是荷尔木兹海峡赶快开放的问题。对他们来说，因为实在是不行了。就我们看最近的一些欧洲的经济情况的报道，尤其是非常仰赖石油作为原料的这些包含化学工业或者是一些特殊的着重在化学这个领域的工业，那个衰退都是30%起跳，那个非常夸张的数字。所以欧洲还能不能经得起这个折腾，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这也是为什么 G7 这是一定得要谈。那先不管说最后能不能有什么效果啦，那以欧洲目前情形就是，反正我们有开会，问题就解决90%了，不管会议的结果怎么样。那如果没有开会，问题就很大。对，所以还要考虑到这个美国的想法。不过最近这个美国川普就是总统他的一句话哈，听来蛮讽刺的，因为他说他80岁的生日愿望是世界和平，讲完话之后就打伊朗了，就发动攻击了，真是实在讽刺。等一下回来呢，要来带您关注的就是 SpaceX 在伊朗的眼中有可能变成军事目标。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寰宇全世界。这一段我们要来关注的是 SpaceX。可能会成为伊朗的军事目标吗？最近我们看到了 SpaceX 他们的 IPO 啊，真的是好像一个超级吸金机一样啊，吸了非常大笔的资金。而 SpaceX 的市值呢，现在预估冲上了2.1兆美元。不过呢，最近看到了伊朗国家通讯社法尔斯新闻社他们报道说，伊朗官员正在审核要不要把马斯克所管理的经济控股公司在西亚地区，还有包括阿拉伯国家以及呢以色列相关的利益全部纳入军事目标的清单。这新闻还指出呢，包括位在以色列备战领土，还有卡达、约旦、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以及阿曼的星链地面站，以及 SpaceX 的股东阿布达比的控股公司阿法达比跟这个穆巴达拉投资公司的基础设施，都在伊朗目前考量的范围之内。当然，这个消息对于叫 IPO 的这个 SpaceX 打击一定会有的，可是选在这个时候哈，就是 SpaceX 呢大张旗鼓的说我们要上市了，我们也吸了非常的多的资金啊。这时候呢，突然有这个新闻出来，他要宣示的意图，我们怎么看？大使？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他要跟这个马斯克很不喜欢的一间公司就 OpenAI 在争时间，因为 OpenAI 也要做 IPO。所以他在这一次这个抢在前面，那么事实上是非常的成功。那这个钱都是一个没有什么新的钱进到股票市场，有人是卖股票买他的股票，对，有机构投资人也好，机构投资或者说投资人也好，那就把他的一些资金就移到 SpaceX。那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他抢在这个 OpenAI 之前，还有一个叫 Anthropic 这几家都很有潜力的公司他抢在前面了。然后呢，就把一部分资金先下手为强，不是一部分，吸了非常多，吸了蛮多的，非常多。那所以这个是战术上的考量了。那其他跟这些战争因素，我认为不多，不大。那因为这个 就是说这个 SpaceX 基本上低轨卫星不只有军事用途，它是未来在通讯、在气象科研，甚至农业、物流，当然国防安全上都会发生大作用的一个新的一种通讯传输情报收集的一个工具那谁掌握了低轨卫星，那谁就掌握未来的这个商业竞争力，多功的非常多功能的。所以当然就是说，以伊朗目前情势来看，他当然知道这个低轨卫星在战场上会发挥的所谓的效能。因为它的传输的数据跟它的速度都比传统的用基站还有其他方式来传输来有效率的多。所以这个在俄乌战争的战场上的时候，
当这个传输系统被打坏的时候啊，那乌军就是靠什么？就是靠 SpaceX 啊，它每年那个接收器啊，对，几千台接收器，这个地面军队之间的互相的这些情报传输，或者说重要的这些侦测的方式啊。所以后来停止服务的时候，不像是像瞎了一样。那这个是要付钱的啊。对，因为这个钱后来我记得当他吵架的时候，后来波兰出来说。波兰出的，你们不要吵了，那个钱一年5000多万美金是我波兰付的，对，你想想看，5000多万美金只有一个战场的服务那个一个战场，所以呢，它是一个非常赚钱的生意。可是伊朗这个时候就是等于警告周边国家，他希望这个 SpaceX 也知所警惕吧。那它能够产生多大的这个遏阻作用啊？这个未必得知。不过它能不能对 SpaceX 的这些低轨卫星产生威胁是可以的，是真的打击得到。那低轨卫星也不过就所谓低轨就是300到1500公里啊，离海平面300到1500。那现在这个伊朗的那个火箭可以打，上一次他不打了一个3000公里的吗？打到这个阿拉伯海上面，对，印度洋上的美军嘛，他去打美军这个基地嘛，对。所以我觉得，当然他敢去威胁，就有他这个实力嘛。不过你用这种所谓的中程导弹去打一颗低轨卫星啊，成本上也是有个问题啊。对，这至少证明一件事情，就是说能力上是有的，只是看我要不要做哈。那当然，现在大家讲到了伊朗，还有看他们的打击，就是还击的能力啊。你可以发现说，美伊打了这么久，为什么伊朗还能够撑这么久，真的蛮厉害的哈。所以呢，BBC 的事实查核团队他们检视了相关的图像，显示出一件事情，他们就告诉大家说，伊朗呢利用最近这段停火期间呢，加紧修复了一些关键飞弹基地的隧道入口。而全球卫士安全公司的一位分析师他也指出，他说伊朗的自卫能力，与其说是来自于传统军力比如说像空军，倒不如说呢是来自于他们的飞弹或无人机反击的能力。另外，兰德公共政策学院国家安全计划主任科恩也发现，伊朗用廉价小型无人机攻击中东基础设施包括像一些美军基地并且长期呢对俄罗斯等盟国出口见证者无人机，还有呢就是伊朗小型的高速舰艇组成的蚊子舰队，这些都持续的对于美军还有荷姆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构成威胁。所以说，伊朗对抗美国，我们这次看到在整个美伊战争，伊朗真的是成功的示范了向全世界示范了什么叫做不对称作战。但是伊朗能够打到现在打到我们刚刚讲，川普都已经快要失去耐性了他凭靠的条件一定有先天或者后天的。先天比如说是不是因为它的土地面积够大，它的地形很复杂；后天在战术战略跟打法上，邱老师怎么看？我们要先有一个概念就是这次美国跟以色列跟伊朗的这场战争，其实它并不是一个传统战争，因为一般传统战争不会只是靠轰炸，因为你轰炸你没有占领土地，你很难让对手屈服。我们讲说，如果我们用一个更精准，其实也不叫不对称战争。其实美国跟以色列其实期待的是，当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打算发动一个混合战争。那混合战争就是结合包含在伊朗境内的，比如说反抗政府的势力，那透过外部的压力去诱发或引爆原本就在伊朗政府内部的，所以整个这个战争的走向跟设计，其实一开始就朝着一个混合战争理论的方向在走。内爆。对，它真正的用意其实，因为如果我们现在所遇到这些问题，其实在一开始如果颠覆政权成功了，都不会有后面这些问题。但是混合战争的理论，它有一个先天上的问题，因为混合战争的变数远比一场一般传统战争，因为传统战争就很简单，我海军、空军、地面，我把我所有的力量投射到我的目标的战场里面去，利用我绝对的力量去压倒对方，这个不会有什么对称不对称的空间。但是混合战争会，混合战争它是设想着我自己本身在最少的消耗、最少的损失，而且最省事的方式，我就把对方这个国家的可能执政的当局整个换掉。那我这场战争我可以用很快的时间、很少的代价就完成了。一开始的设想就是这样，但是这个只要环节中间一出错，那很抱歉，因为你又不是打一场标准正式的战争，但人家会跟你打标准的正规战争，所以
相对之下，我们在看你只有空中兵力占优势，其他的部分你在海上，因为伊朗基本上没海军，但是它有荷姆兹海峡，是，但地面你又不敢真的把地面部队摆上去，一直没有出动地面部队啊。对啊，所以你这场战争，其实我们与其说，伊朗向全世界示范了一个不对称战争，还不如说川普向全世界示范一个，就是你还没有把鞋子脱掉，你就一脚踩进泥巴里面，你又想要保住鞋子，又想要离开那个泥巴，那你在做很多的决策的时候，其实是他自己困住的。可是当初在要打之前，难道都没有想过这些事情吗？对，所有的发动战争的这一方都认为他会赢得战争，所以他才会发动战争嘛。如果他觉得他会输，他就不会打了。尤其是美国，对，世界第一强。美国就认为我这一通轰炸，伊朗就应该屈服了。但他没有想到伊朗不屈服以后会有什么样的情况，而且也没有曾经中间有准备，所以他地面部队其实有集结，但是始终下不了那个决心。所以现在变成是说，像邱老师所形容的，这个川普呢已经一脚陷在这个泥淖当中要拔不出来了哈，他也快要失去耐性了。可是呢，眼看着哈，他马上6月14号他就要过80岁的生日了。当然，刚才也提到说他的生日愿望是世界和平，结果呢才讲完就打伊朗哈。那现在路透也报道说，川普第2次执政以来呢，已经将近有17个月了，但是在美国国内呢，很多政策在法院踢到了铁板。现在伊朗的战事又悬在那里，导致呢川普的支持率不断下滑。虽然川普仍然牢牢掌控他的核心支持者，就是 MAGA 那一派哈，但是国会当中的共和党人陆续出现了反川普声浪，而共和党也很担心11月举行的期中选举会失去参众两院的控制权。那这样的话呢，川普就会提前跛脚。好，那川普的身心状况因为已经高龄80了，也备受关注。根据路透还有 Ipsos 在2月做的民调显示，有61%的美国民众认为，川普年龄越大，行事越加的反复无常。4月份也有另外一份民调显示，多数人对川普情绪跟思维反应感到忧心。好，我们看另外一个实际的数据，5月份的 CPI 这个4.2确实是一个警讯因为这个代表是通膨可能会发生。通膨影响的当然就是包括美债，因为美债现在已经快要40兆了。真恐怖啊！原本我记得先前我们讲到36兆，又到39兆，现在快到40兆。经济问题不解决，川普的危机就会存在。虽然他自己说呢，他很喜欢这个通膨，但是呢，摆在眼前的实际问题，经济会影响到选举Russ。当然，川普最大的考量是经济。虽然他2024年竞选的时候，除了经济问题之外，也常常提到其他的问题，比如说移民边界安全的问题。但是不管谁是总统，不管是共和党、民主党，最重要的要处理的内政问题就是经济了，就民生相关呢。对，要不然因为你当一个总统过2年就会碰到期中选举。对，川普今年也是一样的，一样是有期中选举，而且因为通膨的问题，物价越来越高，尤其是油价越来越高，那川普真的是很怕会对共和党选情的影响非常非常大。那川普要怎么解决这些经济难题？所以他今天是很急的要达成一个停火协议，其实我不否认，我从早就说他是希望在6月前结束伊朗战争，那时候就讲在6月，所以现在他真的是很急了，所以他希望是可以赶快至少有一个停火协定，不管是60天或90天，因为他希望油价可以下降了。不过理想归理想，现实就要看这个接下来的美伊协议。像刚刚讲说，框架先界定接下来60天之内还有很多细节要谈但是川普有没有办法在他80岁大寿的这天，或者是说在这一段生日期间得到这份生日大礼，恐怕接下来全球都在关注。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好，回到节目来关注的下一个焦点呢，是由日资企业所组成的中国大陆日本商会最近共同发表了意见书，特别指出呢，大陆方面管制稀土还有两用物资项目的对日出口已经影响到了部分的民生用品，也希望中方能够充分说明。那这一次呢，是日本商会第17次制作意见书，总共征集了大约有8000家在中国大陆的日资企业。好，特别大家围绕在这个钨被管制那因为中方呢是从2025年2月份开始把钨纳入出口管制的范围，作为对美国关税的反制作为，并且呢在2026就今年1月，以军民两用的钨项为理由呢，进一步严格限制对日本出口。根据中国大陆海关总署的最新资料显示，今年2月到4月，中国大陆的碳化钨还有钨粉这些关键钨的加工产品对日本的出口量已经归零。其实钨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这边有张图表让大家了解一下钨为什么那么重要钨的特性，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熔点非常高，3422度这个摄氏度，硬度很高，耐磨，强度很高，也导电，耐腐蚀，高密度。那它的应用，它的用途呢，很重要的是这个就是硬质合金刀具像我们知道，有些车刀，然后呢一些钻头，这是用来制造非常重要的工具。另外就是高温零件、加热元件，还有呢照明相关、电子半导体也会应用到，还有就是航太跟国防，种种的。其实你会发现呢，钨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刚刚讲说耐高温、耐磨损、高强度用在制造业、电子业、能源业还有航太所以表示呢，它其实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的战略资源。而更重要的一个是，全球大约有80%的钨产量是中国大陆所供应的。所以现在看到了日本方面呢，来画面当中我们看到日本的老牌刀具巨头富士精工，他们说呢，这个财年他们的利润预计会因为钨的管制暴跌88%。另外，像关东电话、中央硝子这两大隐形巨头也双双预警他们说下半年的核心产线会全面停产，可见得中方目前出的这一招管制钨是真的有效，是吗，老师？其实最主要是因为中国大陆虽然现在产量很多，它目前包含高纯度钨以及一般的钨，在占全球的产量大概80%。可是，虽然中国大陆的钨储量是全世界第一，但也不过只占了40几%，接近50%。所以因为了确保这些重要的战略资源，控制消耗的速度，所以从2024年开始，中国大陆就开始逐渐针对钨的出口做出口管制。那另外一个主要的在钨的管制，另外一个就是钨，它是一个军工上面非常重要而且一定要用的。就我们一般讲，坦克的穿甲弹，就是因为钨的特性，它非常适用，非常合适用来做那个坦克的穿甲弹。但是因为美国自己，我们知道目前像美国他们使用的最好的穿甲弹是平化铀。那美国为什么会去发展平化铀？就是因为美国自己钨不够。那美国因为核能发电，所以有大量的平化铀下来，所以利用平化铀。那平化铀有好有坏。那平化铀虽然它的穿透能力比钨还好，但平化铀会带来辐射的污染。所以除了平化铀以外，接下来最好使用的，不管是子弹或者是炮弹，甚至是在飞机里面、发动机里面很重要的耐热元件，其实都离不开钨。那日本因为自己不产钨，可是日本在钨的加工上面在很早就在做，所以我们看很多精密加工的刀具，其实坦克车的破甲就跟精密加工那个刀具其实是一样的，刀具也是要切割那个车刀、钻头这些，对，它也是要钻到很硬的金属里面去。那军事的用途其实是一模一样。那日本在做车刀这个部分，大概是全世界市占，除了德国以外，就这两家在竞争。所以当中国大陆在2024年到2025年开始收紧钨的管制出口了以后，其实对库存、对这些重要的刀具生产就会造成影响。那去年为什么比较没有像今年这么惨？
去年因为2025年的时候，其实他们都还有库存。对，那它库存越用越少，对，用到今年2026年，就很多车刀其实已经做不出来，所以其实有好几家已经在，就是产出车刀的量在缩减，所以为什么要涨价？因为它没有那么多钨的材料来。老师提到这边哈，因为像住友电工啊、三菱材料最近也都纷纷宣布哈，产品啊因为要涨价了，要大幅涨价，因为呢这个涨幅啊，根据资料是说直接突破了60%啊，所以看得出来，除了找这个替代性的管道以外，还有就是那只能一直涨价嘛，还有没有其他的突围之道呢？目前，因为日本本身是没有钨的，它只能从其他的国家。那它现在尝试想要从美国、加拿大或者是欧洲去进口，但我们知道美国自己钨本身也很少，那为什么美国最近忽然有钨可以卖给日本？那当然就是透过某些管道，对，就是销售到美国，然后就是贴个牌子，然后再到日本去，但是价格一定会比较高，但你总比拿不到好。那其实我觉得车刀这个对日本来说还不是比较大的威胁。在日本有一个很独特的产业，就是好像六氟化钨，它是做半导体，就我们半导体的那个蒸镀这个过程，它非常重要，而且一定需要。对，所以现在台积电很麻烦。台积电现在因为日本已经没有办法供应，好像从最近开始，日本就这家就表明没有办法再给台积电供应，所以台积电现在要到处去找这个东西。所以现在其实这个环环相扣哈，这个没想到半导体也会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现在全球供应链都告急呢，也看到最近有个新闻，就是美国的钨废料的出口量激增了24倍啊。那日经中文网也报道说，2026年1月到3月呢，这个出口量呢同比增长到了3倍。那其中呢，对日本的出口更是暴涨了24倍。就我们刚刚提到的，市场呢正在加速寻找替代供应的管道。那美国钨废料商啊 JC Metals 的社长就表示，当然也有中国大陆的买家过来跟他们联系啊，把钨废料呢要发往说到美国啊、加拿大、杜拜这些第三方，那可能会再由这些第三方再运到中国大陆去。而中国的买家呢给出的报价是高于美国交易的价格。另一方面，日本丸红基金研究所高级主任研究员叫李雪莲，他认为呢，2025年初以后啊，中方不断收紧钨的出口管控，并且呢缩减开采总量。那么在供应吃紧啊，还有进口重启的双重背景之下，现在中方企业呢也在积极的采购当中。而《金融时报》也报道说呢，就连川普，怎么跟川普也有关啊？连川普家族相关的，就是资本相关的这些矿物企业啊，因为这是跟川普的儿子有关哈，他是间接投资了这个矿物相关的这个企业，那么也正在进行，因为大家都在抢钨嘛，所以呢，他是投资啊，推进到这个哈萨克斯坦要大型的钨矿开发相关的事业。好，那刚刚特别提到了，日本制造业现在受到钨的管制啊，可能告急。那替代的管道之一，现在就是到处都在找钨哈，其中之一是美国哈。美国在这场钨矿大战当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大使，您觉得？一个可能的替代者，不过美国自身难保。自己能救好自己就不错。泥菩萨过江。泥菩萨能救我好自己就还要救日本，不太可能。刚刚那个邱老师讲的那个，就是说六氟化钨哈，是美国、日本有2家大厂，一个叫关东电子，一个是中央硝子啊，这2个公司大概生产全球六氟化钨大概21.7%的这个比重。那六氟化钨是制造芯片里面不可或缺的光刻胶类似的元件，这个重要原料之一。那这2个公司已经讲了，7月1号以后不出产了。也就是说，全世界的六氟化钨的供应，大概中间的21%就断供了。所以美国前2天就出面啊，替日本讲话，他说希望中国大陆网开一面。原因是什么呢？它会影响全球供应链的完整。对，他不是说要救哪，他说你这个全球供应链会断掉。那问题就变成说，中国大陆的芯片业也是蓬勃发展，会不会受影响呢？中国大陆一个统计资料显示，中国大陆本土出展的六氟化钨占的比重比日本还多，因为日本大概全年就是2000吨的产量，中国大陆目前已经有3200吨的这个产能了，产量跟产能，所以事实上中国大陆六氟化钨已经得到了这个三星电子还有重要的芯片生产厂商的认证许可了，所以日本的这个停产可能就会被中国大陆的这个取代，所以
过去这个就变成是日本用光刻胶卡其他国家，将来很可能是中国大陆的光刻胶是芯片产业。日本，日本因为日本的芯片产业不发达，对，是韩国，还有就是台湾，对，所以这个现在的问题嘛，另外还有就是说这个稀土的中国大陆的这个禁运已经让日本的有一家公司叫信越化学，这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出产磁铁相关的产业的。你要知道，磁铁事实上在汽车、在发动机、在这些里面使用的非常的广泛。那信越化工已经说了，对不起，7月以后我也不供货了。那现在日本的汽车工业就恐慌，尤其 Suzuki 好多东西，它那个汽车上传统的这种燃油发电机里都需要用什么电池，就是说电池。所以日本现在是一个头两个大。对，那中国大陆基本上在美国出面说你能不能给一点日本？那中国大陆讲说，我们对日本实行稀土禁运，主要是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再生，以及日本永和的企图。对，那所以就变成现在看起来，非要等这个高市早苗收回他错误的言论。如果没有收回的话，很可能日本的很多工厂就要断货，然后就停工。大使点到一个重点就是在这个经贸上面，我们看似好像是经贸这个供应链的问题，但其实呢，它更后面背后的是复杂的政治跟外交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中日关系现在真的是低到了一个谷点，好，那么真的是在谷底当中，所以呢，那就要看日本对中的关系是如何可是短期看来是回不去了。那就算是刚才大使所说的这个美国出面求情像这个 Bessent 先前在南韩也跟中国大陆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嘛，当时也曾经提到了稀土问题，那也特别呢对于中方对于稀土就是日方这个稀土禁运的措施呢表达关切。那贝森特呢也当然表达了希望北京改善这个相关的稀土政策避免说这个高科技设备还有全球供应链呢造成负面的影响。可是我们刚才就讲了，中方会出此招，就是因为要反制美方所寄出的全球关税嘛。所以美国现在都自身难保了，泥菩萨过江啦，还帮日本去说情刚刚我觉得大使有提到一个重要的关键字，那就是言论。那或许之后呢，你说美国怎么帮日本呢？我们已经知道了，川普有几次跟高市早苗通电话的时候，可能有说，关于台湾这部分，你可不可以就有一点 self control， 尤其是在言论方面。所以或许之后美国的社会是把言论跟行动是分开的。因为美国非常清楚，川普政府非常清楚的政策是要盟友，包含日本、南韩等等欧洲国家都要提升国防预算，所以这方面美国还是会继续鼓励日本这样继续做。但是或许同时美国会说，可不可以不要在国会一直说台湾有事，日本有类似的言论，你可不可以不要一直这样刺激大陆了？我觉得或许川普会采用他这种方式了，但是最终都是中国的决定，对不对？不是美国说的就算了。所以如果真的要说服中国解开这个限制的话，那要看最后中国的怎么决定了。但是我不得不说，台湾在这个大国家，美国、日本、中国的这个大国博弈，我真的觉得台湾的位置非常非常危险，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牺牲掉。对，你讲到牺牲，等一下就来聊最近这个日菲两国呢自己画了这个 EEZ 说我们要来划区谈判，台湾的位置在哪里？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好，回到节目，我们就来看这个日菲两国呢，在台湾东部外海划区谈判所引发的争议，到现在还是余波荡漾，而且持续的发烧那么最新的进展呢，是中国大陆方面呢已经宣布对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叫特奥多罗实施制裁。
大陆外交部指出呢，将会禁止特奥多罗还有他的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以及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特奥多罗还有他的配偶、子女来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相关活动。结果这个特奥多罗呢被制裁之后呢，也很强硬啊，他回应指称说，他是因为揭穿了北京的欺瞒行径才被制裁的。好，但是在这个问题上面呢，不得不说美方的态度哈起人疑窦哈，因为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日本跟菲律宾三国呢讨论了深化海事合作的领域，支持建构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三方会协调对外援助、联合行动跟演习，还有能力建设倡议啊。但这一番发言呢，是只在新闻稿上面出现。所以我的问题就是 ，Russ，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有关于这个日菲说要划区谈判的事情，日本跟菲律宾是站在第一线的，美国是在后面的哈，但是没有具体行动。所以你觉得美方真实的态度立场是什么？其实我们不知道，但是我觉得美国的最重要的考量就是我刚刚说的。希望日本跟菲律宾是提升国防预算、国防相关的投资，这个是美国是非常 OK、很鼓励的。那其他的在西太平洋的部署，当然美国的态度是美国有限了，所以美国第一个考量是不要影响到美国的权益。当然了，这个是大家是可以理解。那同时，其实我认为美国看这件事情，觉得也没那么重要。你这个行动，你这个谈判，你达成什么样的协议，你的战略位置或经济的优势等等，日后比以前有什么差别吗？我意思是说，找贸易方面或国防方面，你今天两个国家，日本跟菲律宾达成什么协议，那你的位置会比之前更好嘛？所以我认为美国觉得这个是。有一点算是很可爱的动作，但是没有那么重要。另外，是不是因为美国也要考虑的是说年底习近平访美的这个事情？我不乐观，习近平真的会去美国。但是如果他真的去美国的话，我觉得最后的结果就是有点像川普去北京一模一样。贸易方面会有一些共识，宣布一些购买的案件等等。但是在两国的关系或大布局等等，会有很实质的变化，我觉得是没有。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影响不影响，会不会影响习近平去美国？我觉得这不是美国最大的考量。邱老师，您觉得呢？因为我们刚才也听到说，他们在这个美国在新闻稿上面不断强调，说是美日菲三方会好好的协调哈。这个就很奇怪，因为他们这个声明其实中间有一个核心的概念，叫做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你一边讲自由开放，一边在谈日本跟菲律宾的 EEZ 叫什么？叫专属经济海域。你怎么可能在一边自由的情况底下，同时又专属？很矛盾。所以我觉得美国被坑了。也许美国根本就压根不知道日本跟菲律宾之前谈的到底是怎么样，但是美国在最后一个时间就上车了，所以美国没有任何后续动作。所以我们为什么看这个声明，就有点像以前就贴在墙壁上，好贴了就贴了，那有什么作用不管它？为什么？因为这个声明里面太奇怪。这声明一方面讲说，日本跟菲律宾跟美国我们共同都支持自由航行，但是日本跟菲律宾现在正在划专属经济海域，专属经济海域是有排他性的，它并不是一个自由可以航行的地方，所以我也觉得，我看到这个新闻，其实我直觉我就觉得，会不会美国的某个是亚太斯还是哪个幕僚被日本跟菲律宾坑了？先前没有先打过照会。我觉得他根本没有考虑清楚这个东西，而且这个声明发的时候，甚至也许亚太斯都不知道日本跟菲律宾对重新划专属经济海域，结果日菲两国的元首就共同的发表了这个声明，就把这个事情给闹大了啊。那现在呢，可以补充一下，我是觉得这个还有产生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日菲有展开这个谈判的话，那美国一定会被问到。那台湾呢？台湾的不管是国际的位或法律上的历史等等这些问题，美国根本不想回答这些问题。你在讲这个时候，我就想说，那美国会怎么回应呢？就是根本不想回应。对，真的不想回应。所以现在大家看到说，这个划区谈判这件争议哈，其实后续会不会演变成说？
因为现在中国大陆也进来了哈，中方现在进来以后呢，会不会造成说己方的对峙啊？那解放军南部战区在6月2号呢，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他们宣布了，就是湖北舰呢到南海某个海域呢展开实战化训练啊，过程当中呢也临时加入了敌情还有损害管控这些特殊情况的操演。希望能够更接近实战环境，要测试的是舰艇作战效能，还有官兵的应变能力。另一方面，也看到菲律宾，他们的外交部海洋事务发言人最近就公开要求说，中国大陆应该要拆除在南海黄岩岛上面所设置的新结构物，因为结构物的存在并没有取得菲方的同意。这是侵犯了菲律宾的主权，所以大使，我们看到现在划界谈判，就日菲两国自己决定了哈，这个风波现在越演越烈，然后呢，牵涉的区域现在也包括说台湾东部外海一直到吕宋海峡这一带哈，这个事情跟我们刚刚提到南海最近局势升温的联动性，您觉得中间的这个必然关系还是有什么样的关联？我觉得这个最主要是这个大陆跟日本之间关系的紧张造成的，我想跟南海关联不大，而且这次我们今天目前看到这一次的风波哈，获利最大是中国大陆，那日本跟菲律宾打的是怎么讲？打的是空气，那这个台湾是失了民心，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这个所谓的专属经济区哈，它不是领海。它不是属于这个，它还是属于公海，只是在这个专属经济区里面，它这个水面哈，这个海中的这些资源生物是属于沿岸国家的，所以这个东西一划了以后，这个渔区过去最大是我们台湾渔民的渔区，那我们这个台湾的黑尾鱼，我们的旗鱼，我们往这个鬼头刀。我们这些很好吃的鱼种都是在这个水域，而这个水域哈，我自己喜欢吃海产，很多人就要吃这个水域的鱼，为什么？因为台湾海峡比较污染，太平洋是比较干净的。对，人家说你要问一下，你到东部你就赶快买鱼，那鱼都很干净，范围比较广嘛。对，那所以现在变成就是说，大陆的海警船来了以后，他说我们这边马上就说，你不要答应大陆海警团对你的询问了。结果大陆海警船问了200说多少船，台湾的船每一个都答应，为什么呢？因为变成就是说，你现在台湾政府好像对那边的权益你不在乎，那紧张的是我们台湾的渔民啊。那你今天解放军的中国大陆的这个海警船跟他的军舰进入巡逻以后，他对大陆对台湾这个渔民啊是一种受到保护的感觉。所以我说大陆就变成就是说抓到了一个很好的机会。那玉渊谈天写了说，这就落实了叫4个字，叫近海治理。也就是说治理的意思就我行使管辖权了，我有这个对这块水域我的主权主张，那你不要来挑战。可是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行使管辖权，那这个行使治理就已经行使管辖权了。所以那因为你今天台湾的当局他们说，我表示肯定，人家来分你家里面的第一时间不但你表示先不反应，他反应之后还表示肯定以后，那你以后我们这个渔民怎么办？他阿公的阿公的阿公就在这边水域就捕鱼，所以渔场是我们台湾的渔场。对，你说你肯定把这渔场抢走吗？所以大陆的就及时补上这个空缺，而且大陆还有一句话，这个蛮清楚，他说补齐了台湾岛东部海底地图是什么意思？这个有军事意涵，因为台湾岛东部的海底是马里亚纳海沟，那个是过去大陆做反潜作战，对美国或者世界各国的潜艇在那边深入潜个300公尺，你拿不住的，你搞不清楚，那个出来就很快。那所以现在他能够在这个地方东部水域补齐这一块地图。那个基本上，我觉得军事意义很大，而且它基本上已经在治理了，近海治理，所以过来的不是只有海巡船，也不是只有军舰，它还有什么探测船，把你的水文、海底下的这些构造，它做一个完整的资料，相关的水情啊，一些相关资讯都收集到。我认为这一次日本跟菲律宾是弄巧成拙，正好给中国大陆一个机会。你提供了机会，大陆回应就直接进来，而正好
台湾这边的反应又说好像不干我们的事，那不干我们的事，那大陆就我来管了，就这么。你讲到重点了，这一次中国大陆的一个态度跟立场就是，既然台湾不出来管，那就我来管。结果一管呢，就像刚刚讲，这个公务船也在了，海警船也来了，海警的背后当然就是海军了哈。那接下来大家也关注的是说，在东部外海，台湾东部外海这边，下一步大陆方面的作为会是什么？因为现在已经开始说要强化在台湾东部外海的执法，所以下一步可能是什么？那台湾方面想好了应对的方法了吗？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一步一步来了。就目前为止，中国大陆就是先让行政，他们除了海警船以外，还有海事管理船。因为海警跟海事管理其实不一样，海事管理还有包含进出入的一些船籍的核对。登陆，还有一些相关航道的测绘管理，那这些其实都是落实行政权的一个部分。另外一个我要提醒大家可能都忽略这一点了，就是台湾东部外海过去是我们海军跟美军、日本的潜艇预设猎杀区，就是这个区域是非常有利潜艇移动。那你在这个地方是针对解放军的船只从不管是东海还是从台海往太平洋前进的路线上面，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好的潜艇猎杀区。那很抱歉，这次猎杀区的地图都被画光了。所以老师您觉得哈，就是当然刚刚提到说，其实没有想到在这个 EEZ 的背后，其实还有很多是跟军事方面有非常高度的战略考量的，就等很久，那忽然你给他这个机会了。本来可以接到这个球。